鱼儿，你再不回来，这个家我就守不住了。半夜我正睡得迷迷糊糊，刚接通电话，婆婆一顿啜泣，吓得我顿无睡意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家守不住了？我急切地问。云里雾里，一时没反应过来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婆婆匆忙挂了电话，我盯着手机屏幕逐渐变黑，脑袋急切搜索究竟什么意思。想打过去，又觉得婆婆压抑的嗓音似乎是偷偷给我打电话，那我回过去岂不露馅了？满腹狐疑，一夜辗转无眠。第二天，我买了最早一班回家的车票，摇摇晃晃的车厢里，大家迷糊着眼不叫，满车厢的瞌睡虫却影响不到我。我瞪着眼，满脑子都是婆婆最近频繁催我回去的目的。她说外面的钱挣不完的，不如回家守着老公孩子踏实过日子。虽然穷点，但至少家庭和睦。我嗤之以鼻，腹诽你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县城，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根本理解不了一分钱憋死英雄汉的滋味。孩子上的私立学校1年2万学杂费，还不包括各种培训班，人情世故，一大家子吃喝拉撒睡，哪样不要钱？少1毛钱都比别人矮1寸。况且老公钱之锋刚拿着全家仅存的老底，在老家开厂子，不知何年马月盈利。我不在外打工挣钱，难道大家喝西北风去？婉拒几次，婆婆依旧不死心，掐准我下班时间准时苦口婆心劝，絮叨次数多了，我心生一窦，给老公钱之锋打电话。钱之锋却在电话抚慰我安心挣钱，婆婆就是想我回去伺候她而已。她前段时间扭伤了腰，干不了活，急的钱之锋的话如一柱强心剂。我不再理会婆婆的唠叨，直到昨晚半夜，婆婆异常的举动，越想越不对劲。我这是掉钱眼里了，后知后觉。婆婆肯定是暗示我钱之锋有情况，又不敢直接说，怕刺激我，这才3番5次委婉透露。下了大巴车，我没急着回家，也没通知任何人，在县城心烦气躁，都到晚上9点才叫了辆出租车回村。快到村时，我提前下车步行走回去。我悄悄摸回家，大门没有反锁。2楼主卧传出男女嬉笑怒骂的暧昧声。下午我故意打电话关切问钱之锋在干嘛，他坦荡荡地回复最近忙着开厂，吃住都在厂子里，忙得灰头土脸脚不沾地，还贱兮兮地说想我，让我快点回来让他解馋。男人靠得住，母猪会上树，此刻主卧肯定有情况。我噌的血涌上头，再次拨打钱之锋电话，一阵熟悉铃音从主卧传来。我转头从厨房抄把菜刀上楼，钱之锋刚开主卧门接我电话，就见我正杀气腾腾地提刀冲过去，吓得见鬼般嚎叫着：“老婆，你冷静点，你听我解释。”没说完，钻卧室砰地关上门，死死抵住门。任凭我怒吼脚踹刀劈，就是不开。婆婆听到动静，提着把榔头助阵。我接头榔头一把砸开门锁。钱之锋和那个贱人见我手里有工具，缩在墙角惊叫连连：“好你个贱人，偷吃到我头上了，活得不耐烦了吧？”我提着榔头砸过去，婆婆一把抱住我腰，让我冷静点，吼着说：“闹出人命，你坐牢孩子怎么办？”提到孩子，当妈的我立马手软泪眼模糊，迟疑的片刻，竟让钱之锋护着3钻空子溜走。等我反应过来，楼下响起发动汽车的声音，我刚拔腿一个踉跄摔倒在地，
胳膊肘剧痛直达心脏，我龇牙咧嘴，半天才缓过来。婆婆心疼地拽过我手中榔头，塞床底下，扶起我，唉声叹气，说自己没用，老的看不住，小的管不住，不如死了算了。我眼眶打转的泪被婆婆的无能为力硬生生憋回去。得从长计议，5年前我和钱之锋在打工时认识，他那会儿是叉车工，监管仓库，每月6000多工资。我待在流水线上，每月才2000多，而且他大部分钱寄给他妈保管。他说怕自己大手大脚挥霍完，没钱娶媳妇。他和我说的时候，眼睛亮晶晶的，盯得我满脸燥热。有句话叫格局决定眼界，没见过大世面的我觉得他挣得多，又孝顺，无不良嗜好，谁嫁谁幸福。带着3分崇拜的姿态，我只扭捏了几日就被他征服。我妈得知我要外嫁1000公里外，几晚睡不踏实，想尽办法劝我分手。友情饮水饱，我哪顾得上我妈的阻挠。钱之锋表决心，拿出所有积蓄盖了栋3层楼作为婚房，着实感动了我一把。我头脑一热，索性生米做成熟饭，怀上孩子，逼我妈拿户口本。我妈含泪让步，乖乖交出户口本。两家隔着远，各办一遍酒席。忙完婚事，积蓄花光的差不多。钱之锋心疼我，让我在家安胎，他出去打工，直到在婆家安胎数月，我才大开眼界，秒懂钱之锋快30岁未娶的原因。公公打扮得人模狗样，一大把年纪，四处聊骚，出入红灯区，欠一屁股风流债，谁敢把闺女嫁过来？脑子进水了吧？也只能骗我这样相隔千里的外乡人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想狠抽自己耳光，怪自己天真，被蒙蔽双眼，哄得团团转。婆家家风如此败坏，且不说钱之锋有没有出轨的前置，等我肚子里的孩子长大了，指定被戳脊梁骨。毕竟长舌妇最巴不得别人家不好，屁大点是添油加醋，传得活色生香。我懊恼了好一阵。在外地打工的钱之锋每天电话问候，信誓旦旦他绝不会遗传他爸半分花心，打消我疑虑。他的人品我是知晓的，悬着的心咕咚落肚。婆婆整天对我乐呵呵的，慈眉善目，勤快体贴，她都管不住自己公公，我又何必操心？只管安心养胎。倒是公公每次想来我家转悠时，都被婆婆拿着扫把赶走，说他沾了狐媚气，别影响将出生的大孙子。折腾几次，公公乐得悠闲，我们每天几乎见不到面，倒也相安无事。怀胎10月，我顺利生下儿子，一直哺乳到1岁，我才狠心外出打工。我在流水线上一干就是2年，终于熬成悠闲有点话语权的组长。钱之锋之前的厂子倒闭，他换了份开夜车送货的活，我是长白班，他是夜班，每月只有我休息的时候才碰着面。我常打趣我们过得像周末夫妻似的。后来钱之锋开烦了车，夜里一个人待在狭小的驾驶室，孤独、寂寞、无聊、闷而且冷，盯着远方黑漆漆的高速路，不知何时是头，没意思透顶。索性辞职，在出租屋睡了半个月，才恢复点长期熬夜亏损的精气神。恰逢老家一朋友想投资办厂，他觉得在外打工似浮萍不踏实，于是提出合伙开厂子，没准挣到钱，下半辈子锦衣玉食。还说把我当金丝雀养着，每天只管美容、护肤、逛街和吃，做个胸无大志的女人。我被他一番话语逗乐了，哪个女人不盼老公腰包鼓鼓的？于是我拿出所有积蓄给他，让他拼力一搏，即使失败了，我们还年轻，
还可以从头再来。为了让钱之锋下定决心，我不顾她和婆婆的阻拦，执意独身留下来打工挣钱，留条后路。毕竟开厂子没那么容易，市场行情不好，不知何时回本，家里铁定断不了经济来源，厂子开得相当不顺利，靠投进去的钱苦撑着。钱之锋急得四处筹钱，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可天高皇帝远我无法解决燃眉之急，只能拼命加班补漏洞。为了节约车费，我1年多没回过家。下班之余，又找了份烧烤摊兼职的工作，只为多挣3瓜2枣。直到最近3个月，婆婆着魔般让我回来守家，就差脱口而出：“你老公出轨了。”可我一头扎进钱眼，毫不领情，还在人渣面前诋毁婆婆鼠目寸光。不过5年的感情，竟折腾成这般光景，让小三登堂入室。如果当初我听婆婆的劝，立马回家，她也许就不会出轨了呢。漆黑的夜里，心乱如麻，我流了一缸泪。第2天天色微亮，婆婆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给我，我嗓子堵千般坠涩，眼泪吧嗒吧嗒掉。婆婆像做错事的孩子：“雨儿，我知道这个时候说什么你都难受，可你也得为以后盘算。”我接过碗，赌气似的塞满一嘴面条，无视婆婆的问题。婆婆搓着手等我扒拉完最后一口面条，匆忙伸出树皮般的手接过碗，伸着脖子，浑浊的眼里满是慌乱不安。她也不容易，半截入土的人了，死不要脸的老伴出轨，儿子也出轨不着家，好端端的一个家乌烟瘴气。万一我离婚，带着孩子走了，她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想着婆婆尽心尽力照顾孙子的情，我努力镇定，吐出2字：离婚。我虽没什么家世背景，可我对感情绝对是容不得一粒沙的。我以为婆婆会苦口婆心劝和，或者故意骂钱之锋一顿替我泄愤，谁知婆婆松了口气似的落下肩膀，小鸡啄米般点头。她的表现令我大吃一惊，我满头脑袋的问号盯着她，像盯个怪物似的。从婆婆口中得知，原来钱之锋与之前遇办厂的朋友没谈拢，头脑一热单干，认识了低价转设备的寡妇刘雯，就是昨晚却战鸠巢的贱人。她前夫死的时候留给她一大笔钱，和钱之锋对上眼后投了不少资金，钱之锋感恩戴德，以身相偿，2人合力开了厂子。可尽是干些投机取巧违规的活，经常被举报扰民，3天打鱼2天晒网，钱没挣到，2人倒如胶似漆。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婆婆，无意从公公口中得知这些肮脏事。公公炫耀儿子有魅力，气得婆婆恨不得剁了这对不要脸的父子。钱之锋鬼迷心窍，不肯回头，还威胁婆婆，要是告诉我，她就血洗家门，同归于尽，还推倒婆婆，导致她腰扭伤。难怪前段时间钱之锋一提婆婆就不耐烦，这是怕被坏好事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喘着粗气，大半天才平息。男人变心比变脸还快，一边让我吭哧吭哧挣钱给他花，他坐享其成，好事都让他独占，哪来的自信？县城并不大，我迅速雇人摸清小三的底以及工厂的经营状况后，决定通过法律渠道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。我拿着一堆证据，准备逼钱之锋现身谈判。自从上次被我撞破奸情，他至今未归家，毕竟曾经有点感情基础，我不想撕得太难看。离婚可以啊，儿子给你，其他的别想拿一份钱。房子在我妈名下，没你啥事。
识相的赶紧净身出户。要是晚了，我后悔了，那开场的债务你也得付一半。钱之锋嚣张跋扈的气焰彻底撕破脸。好，我咬牙切齿，不愿多吐一个字。既然你不仁，休怪我不义。无情到连儿子都懒得争夺，这样的人渣早死早超生。我每天不定时出现在工厂里，像个泼妇闹腾，逢人便说钱之锋丑事，最大化抹黑他，让他无法面对员工、客户和供应商。我在工厂附近租了房子，24小时对着望远镜监视工厂一举一动，只要开工，我立马电话举报厂子扰民、排污染源和废气。前段时间本市发生一起污染源事件，险些出人命，闹得沸沸扬扬，相关部门高度重视，对不达标的企业严密监控，所以我屡试不爽，闹得钱之锋厂子几乎无法营业。终于钱之锋绿着脸不堪其扰，骂我是神经病后，带着3外出躲避风头，发誓要拖死我。而婆婆这边也不消停，公公嫖娼时被抓，婆婆拒绝拿钱去赎。出狱后的公公想扇婆婆，婆婆从腰间摸出把菜刀，放出狠话：老不死的，你上前一步试试，要是敢动我一根手指头，我就砍死你，砍不死我就菜里下毒药死你。公公愣怔了会，到底没敢轻举妄动。外面在风流，他总要回家的，万一惹恼了老伴，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他知道自己一直都是纸老虎，只是这么些年婆婆没发作而已，所以此刻她认怂了。后来婆婆每路过药房，都要买几瓶宣传单上的神药，年轻的售货员掩嘴而笑，她也不介意。婆婆故意捧出药箱问公公神药是治什么病的，说是上次买降压药药房赠送的，她不识字。公公努力压抑上扬的嘴角说不清楚，然后随手扔垃圾桶里。婆婆转身去厨房倒水，公公猫腰倒出药丸塞口袋里，又把空瓶子悄悄放垃圾桶里。这一切被婆婆尽收眼底。很快，公公哭丧着求婆婆去医院缴费，他丧失做男人的能力了。婆婆掏了笔钱，打发公公去省城看病。鸡飞狗跳了段时间，终于把两渣男暂时支开了。婆婆立马低价转卖了老家的宅子。当初建房子时，婆婆就想将来有一天走投无路时，有栋房子至少还有点利用的价值，不至于流落街头，所以她拼死让房产证上只有她一人名字。婆婆年轻时逃荒被公公收留，一直是保姆的角色，钱之锋也不是她亲生儿子。婆婆想着这么多年做牛做马报恩够了，而钱之锋出轨被婆婆数落时，公公帮腔钱之锋说婆婆是个外人，管那么多吃饱撑的，这才导致钱之锋翻脸不认人，气焰嚣张，不顾多年母子情分，推倒婆婆。婆婆仍不放弃劝说，却数次遭到公公和钱之锋拳脚相加，最终心灰意冷。而钱之锋自从知道婆婆不是亲妈后，再也没给婆婆1毛钱，口口声声说她是外人，手伸得太长了。这一切都是婆婆推心置腹告诉我的，所以我和婆婆达成一致，先支开渣父子，拿到自己应得的，以后我去哪他就去哪，至于他们父子，就等着收离婚协议吧。我哭着和爸妈诉说这几个月的经历，戳破幸福的假象，从天堂跌入地狱。我痛痛快快一股脑发泄完，爸妈丝毫没有责备，言语尽是心疼，让我赶紧回家，也答应婆婆以后跟我们一起生活，
婆婆得知我爸妈态度后，嚎啕大哭。公公作践时，她自欺欺人，视而不见；儿子打她时，她拍拍身上泥土，继续做饭。卖掉楼房时，她一脸平静，仿佛她是局外人。而得知几乎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媳妇许诺给她个可以落脚的晚年时，她抖着肩膀，哭得不能自已。我爸妈开了间餐馆，婆婆勤劳朴实洗碗，足够能养活自己。风烛残年的晚年，要求真的不高，一席床榻，3餐温饱足矣。婆婆把卖房子的45万元全部存到我的卡里。她说，一半是给我母子的生活费，一半是她以后的棺材本，只求我别抛弃她就好。言语里尽是讨好，我瞬间泪目。如果不是婆婆掏心掏肺帮我，也许我还被蒙在鼓里，卖力挣钱，给他们逍遥快活，到头来什么也捞不着。即使将来离婚了，可能什么也得不到。时间越久，他们越有机会转移财产，甚至虚构一大笔债务，足以拖垮我的债务。经历了这么多事，我总算顿悟，也许钱之风遗传了花心的本质，只是时机未到而已。以往我们聚少离多，但也住在一起，他不得不顾及。后来分居两地，他不再熬夜，又正值壮年，床子之欢需求旺盛。他和他爸一个德行，料定我和婆婆攀附他们，舍弃不了家庭。我在心里冷哼，男人怎么能如此狂妄不自知？到底谁是谁的寄生虫，还说不准呢。我亲了口儿子，转头拢了拢婆婆耳边的碎发。这个略微肥胖的老太太嘿嘿笑着，虽然她受尽人间的苦，但至今她仍怀着感恩的心，期待生活给予她一丝希望。她弱弱叫一声鱼儿闺女，我头也没回，嗔怪道，妈，你都叫了10多遍了，烦不烦啊？快跟上，火车马上要开了。我抱着儿子，后面跟着步履蹒跚的婆婆。初升的太阳投在身上暖洋洋的，愿以后的幸福也如这般温暖、明媚、绵长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